粽子这个食品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同时我们继续把它做好，也是一种责任。今天会带来的粽子有福建粽子、广东粽子、海南粽子、客家粽子，还有潮州粽子。然后还有一款呢，就是马来西亚本土的一个特色啦，娘惹粽子、鸳鸯粽子。福建粽子呢，在马来西亚算是蛮普遍的。我们把这个粽子它叫作为福建粽子哦，其实并不是说一定，只有这一个粽子能够代表福建，毕竟不同的祖籍它都会做他们不同的那一个祖籍的粽子。糯米呢，它需要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准备在水里面浸泡一定的时间，然后让它的那个内心软化，经过了这一个烹调，放入味道，经过翻炒，然后再把调配好的这个味道炒进去里面。猪肉本身呢，也是要经过一些调味料的这个配合腌制。到时候在粽子里面吃起来的时候，才能够吃到那个香味。有腌制够一定的时间的一个咸蛋黄，才能够吃到里面那一个沙沙的一个感觉。冬菇呢、栗子呢，还有梅豆呢，它们也是要经过去烹煮它，然后让它软化，才能够准备好这一个食材放进去这个粽子里面，才能够包裹了。这个福建粽子哦，回顾很久以前，就是在中国的时期哦，比较靠人力资源去工作，他们需要吃到一些容易保存的一个食材哦。而为什么福建粽子呢？它会带这个褐色，咸味比较重，就是因为当时的人民哦靠劳力去工作，所以就变成了他们需要吃一些更加偏咸的一些食材了。清朝的时代，就是乾隆皇帝他去到这个福建地带的时候呢，遇到一家这一个粽子店呢是还没有关门的，可是呢这一个店里面的粽子都已经全部卖光。这样子呢，陪同皇帝的侍卫就有跟这一个老板去说了，只要他们现在可以包出最好的粽子，无论多少银两都是没问题。然后这个粽子店的老板呢，他一听就立刻去包这个粽子了。粽子店的老板呢，他为了要把这个粽子做得更加的好，更加的有价值哦，他就往里面呢放了更加多的馅料咯。而这样子的一个举动呢，就形成了现在这个福建巴掌哦，出名一直延续到今天哦。潮州粽呢，这也是我们了解中的潮州双坑粽球。潮州粽最重要的就是它吃起来的味道会带甜咸这两个味道同时出现在粽子里面。咸的味道呢，是来自于这一个咸肉粽子里面的那个米啊，里面的这个肉啊所带出来的这个咸味。而那个甜又怎么能够找得来呢？就是因为潮州人他们的烹调粽子的这个习惯，他们会把带有甜味的这红豆泥加入进去粽子里面的这一个甜与咸的配合。红豆泥的这个处理方式呢，就是它要把这个红豆浸泡在水里面，让它软化，然后就开始在锅里面去翻炒它，才能够获取它这个红豆沙的这种感觉。
而这个也是很考功夫的地方，因为红豆沙在烹调的那个时期哦，越接近干水的情况之下，它就越容易烧焦糊底了。一个故事性的一个说法，就是在民国时期的那一段时候啦，在中国潮州的地带、汕头啊，他们以前的这个父辈、爷辈的时候，他们有吃到有带咸甜、里面有红豆沙的这个潮州粽子，他们就传承到今天。而所谓双烹的意思，就是其实是双拼啊，就是指2种不同的味道的食物把它放在一起，然后的一种制作的方式。而在这个潮汕话粽和这个状是有带谐音的。端午节吃粽子其实是代表着一种祝福的意思。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粽子就是广东辣味粽，它包括材料就会有辣味啊、腊肠啊，去凸显广东辣味粽的它的特色所在。我们会联想到就是辣味、烧腊啊，就是有烧鸡啊、烧鸭啊，然后腊肠啊、腊肉等等等等的。我们发现我们利用这一个辣味把它放进去粽子里面，是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配合的。腊肉本身呢，也是需要经过一些翻炒啊、一些酱汁的配合，来给它带出一个广东式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味道啦。这个广东辣味粽呢，并不只是广东独有的，很多其他地方它都会用辣味啊配合粽子，然后在别的地方也会可以找得到的。我们想到这个跟广东相连的一个食品食材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第一时间想到广东辣味。广东这个辣味跟腊肠呢，是华人每家每户他都会非常熟悉的一种食材。整体放进粽子里面吃起来这个感觉有点像是我们平时吃的这一个辣味饭呐。可是进入粽子以后呢，配合起来呢是跟辣味饭有所不同。这个娘惹粽子呢，可以追溯到15世纪左右就是在马六甲海峡的一个粑粑娘惹的食品。在端午节没有吃到粽子，就好像在中国北方人他们在新年的时候没有吃到饺子一样。